爆炸新聞：中國銀行系統正在大逃亡。你可能以為銀行最穩，是國家的臉面，是金融體系的壓艙石，但現在這塊壓艙石竟然開始成片塌陷。截至2025年12月8日，中國今年直接消失的銀行數量達到了377家，是去年同期近2倍。是倒閉？不是，更可怕是悄悄注銷，是靜悄悄合併，是默默撤牌，是沒有告別式的離場。你去查名單，會發現一個驚心動魄的趨勢：村鎮銀行佔了218家，接近60%。這些銀行就是城市和鄉村之間最後的金融毛細血管，現在正大面積壞死。農商行79家，信用社70家，這些本來是老百姓最熟的銀行，現在一個接一個消失。內蒙古一年消失139家，四川、山東、河南每個省都超過20家。這是什麼？這是區域金融體系的斷層式坍塌。而更令人窒息的不是銀行，而是網點。截至12月8日，已有9661家銀行網點關停，同比暴增200%以上。9661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在中國每天都有幾十家銀行網點拉閘關門、貼紙封條、櫃員集體撤離。而且不是小銀行的網點而已，農商行關了5400家。國有大行也關了962家，城商行、股份制行同樣在收縮戰線。你看街上銀行少了，不是錯覺，是真的在消失。別以為銀行關門是優化，在官方話術後面是一個冰冷刺骨的現實。中國有357家銀行被官方點名為高風險銀行，數據來自2024中國金融穩定報告，這不是小道消息，是央行親自蓋章的真相。357家是什麼概念？中國每10家中小銀行裡就有1家被官方判為高風險。這些銀行集中在農村合作銀行、村鎮銀行、大量地方金融小微機構。換句話說，最脆弱的地方真的撐不住了。風險點報在哪裡？壞賬、高息攔儲、地方債、房地產抵押物貶值、企業倒閉、資金鏈斷裂，每一條都是硬刀子。你以為銀行是鐵板一塊？不，他們就是利潤薄得像紙的企業，只不過規模大一點。線下網點為什麼瘋狂撤退？因為線下是負資產，越開越虧。一個普通銀行網點一年要花多少錢？房租幾十萬到上百萬，水電設備維護幾十萬，最貴的是員工、櫃員加理財加保安，年成本幾百萬，加一起一個網點一年要上千萬元。而線上業務呢？一個 App 成本是線下的1/10都不到。更扎心的是，超過80%的業務現在用戶在手機上搞定，轉賬、繳費、買理財、貸款，你一年能去幾次銀行？於是網點成了銀行最沒價值、最耗錢、最雞肋的負資產。能不關？不關就是等死。你看似看到的是關閉、撤點、合併、注銷，但本質只有一個。銀行在從風險最大的地區撤離。村鎮銀行為什麼成片死？因為他們背後的地方財政已經撐不住。農商行為什麼撤點最多？因為企業在倒閉，小微貸款壞賬飆升。國有大行為什麼也偷偷關網點？因為他們也忍受不了線下幾十億、上百億的運營成本。銀行不是沒有感情的機器。他們的行為就是國家最真實的經濟體檢表，而現在這張體檢表上寫着4個字：扛不住了。銀行為什麼突然開始大規模合併、撤點、消失？因為他們背後的爸爸地方財政已經窮得接不住他們了。你以為一個村鎮銀行倒閉是銀行自己的問題？
錯，它背後就是地方政府的財力縮影。過去10年，中國地方財政靠什麼活？土地財政，賣地收入1年超過8萬億元。房地產抵押物，銀行70%的貸款抵押物來自房地產。地方融資平台借新還舊，依賴土地升值維持信用。地方債務滾雪球，2024年地方債規模超過40萬億，隱性債務普遍估計80萬億家。但是2021至2025，中國房地產一路斷崖式下跌，土地流拍率屢創新高。到2025年，多個省份土地收入直接腰斬，這就意味着土地賣不出去，政府沒錢，政府沒錢，平台債還不起，平台債還不起，銀行壞賬飆升，銀行壞賬飆升，必須關門止血。這是連鎖效應，不是個別事件。銀行不是在逃離，而是在逃命。你看到的是370多家銀行注銷，你沒看到的是背後對應的幾十個縣級財政瀕臨破產，上百個地方融資平台現金流斷裂，無數房地產抵押物價值腰斬，企業倒閉潮持續到2025年仍未逆轉。銀行為什麼集中在內蒙古、四川、山東、河南死亡？因為這些地方的城市化、人口流出、土地財政高度依賴，問題最集中。這不是銀行的問題，這是整個中國經濟的地基鬆動。網點大量撤退，銀行集體合併，看似在關門，但更危險的是，存款正在悄悄搬家。去哪裡了？高淨值和中產存款轉移到大行、香港、美股、黃金，他們最敏感，跑路最快。國有大型存款逆勢大增，中小銀行存款持續流出。2025年 Q3， 居民黃金購買量創5年新高，資金外流規模同比增長。最扎心的現實是這種，越窮的人越怕風險，越把錢全部放銀行；越富的人越清醒，越在撤離銀行。這導致一個歷史性局面：大型更穩，小型更危險。小城市銀行成無人接盤的孤島，農村銀行成為高風險銀行主要陣地。當銀行失去存款，他們只能高息攬儲，拼命發高風險貸款，再次加劇壞賬，最後走向注銷、合併、撤牌這條路。這就是2025年金融圈的死循環。很多人問，銀行關門會不會影響我的存款？表面上不會，因為中國有存款保險制度，50萬元以內受保護。但真正的風險不在損失，而在可用性。你要明白一個現實，銀行不會告訴你風險，銀行只會悄悄關門。比如，某些地方銀行提前關閉櫃檯，只留一個窗口 ，ATM 大量撤離，現金提取變得困難，大額取現需要排隊，甚至提前預約。某些地區出現勸你改天再來的情況，你存款沒丟，但你想馬上拿出來，難了。金融系統不是突然崩，而是悄悄變。等你發現不對勁時，它已經變了很久。一個城市最真實的經濟狀況，不看 GDP， 不看煙花式宣傳，而看銀行開了多少，關了多少。如今，銀行在大量關門的地方，恰恰是人口流失最嚴重的地方。東北、內蒙古、河南、四川縣城、山東部分地級市、西南3、4縣。一個城市的網點越少，說明老年人多，年輕人走，工廠關，企業少，現金流枯竭，新業務增長為零。銀行關門最密集的區域，就是中國人口衰退最深的區域。銀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訴我們，這些城市不再值得投資，也不值得留下。過去20年，中國的銀行像雨後春筍，開得越多越榮景。
但到了2025年，它們像秋天的樹葉，一片片掉下去。银行的消失不是偶然，而是結構性危機的結果。房地產泡沫破裂，抵押物價值暴跌；地方財政吃緊，城市建設停擺，平台債違約；人口減少，消費降級，貸款需求斷崖式下跌；企業倒閉潮，銀行壞賬飆升；移動支付替代線下，網點成負資產；中小銀行失去存款，生存危機；監管強力，去風險合併撤牌成為主旋律。最終的結果就是370家銀行消失不是終點，而是開始；9000家網點消失不是警告，而是趨勢。2026年、2027年，中國的銀行版圖還會經歷更大規模的重塑。你現在看到的是開端，不是高潮。中國銀行系統正在經歷10年一遇的巨震。